万吨沙皇炸弹爆炸的恐怖威力，能把亚欧大陆向南炸的推动7毫米。如果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引爆沙皇炸弹，地球会被炸穿吗？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往水里扔过炮仗，炮仗被扔到水里砰然炸响。这个时候我们来设想一下，如果把世界上最大的炮仗扔到世界上最深的水里，会出现什么后果呢？长按点赞加关注，跟老黑一起探索问题的答案。首先我们知道，世界上最大的炮仗是俄罗斯的沙皇炸弹，也叫做大伊万，它是世界上威力、体积、重量都是最大的炸弹。核弹当量约为5000万吨 TNT， 而爆炸当量约有1亿吨 TNT， 相当于3800枚广岛原子弹。冷战期间，苏联制作了2枚，一颗留着备用，另一颗1961年为了震慑美国，在新地岛试爆，还是在减量一半之后，苏联才敢引爆的。尽管如此，炸弹爆炸瞬间产生的热量还是让远在170公里以外的人都受到了3级灼伤，很多人瞬间失明。爆炸后引发的大气扰动环绕了地球3次，将整个亚欧大陆向南推移了7毫米，而最深的水那就是马里亚纳海沟了。海沟最深的地方达6到11千米，珠穆朗玛峰在底下头都露不出来。而人类目前所探索到的最深处是苏联人在1957年达到的11034米，看起来一切准备妥当了。但假设我们真的把核弹丢进了海沟，可能等不到爆炸它就废了。水越深的地方压强就越大，像马里亚纳海沟这种深度，水压高达 1.1 亿帕。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大气压大约为101千帕，才到马里亚纳海沟水压的1/1000分之一。在陆地上毁天灭地的沙皇炸弹，外表也只是一层铅，可能还没到沟底就被压扁了。那么这样的情况下，它还能炸吗？如果在马里亚纳海沟引爆1枚核弹，会发生什么？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，将沙皇炸弹空投到马里亚纳海沟，在炸弹下沉的过程中，会被巨大的压强压成饼子，但这并不影响它发挥作用。虽然炸不响，但杀伤力依然不小。弹壳被压强挤破后，内部的核物质会直接释放到海水中，半径100公里内所有生物会悉数死亡。这块海域100年内都没人敢来这儿潜水了，所以为了让沙皇炸弹能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顺利爆炸，我们需要将它塞进一个更结实的保护壳中，还必须找一个工具把它运送到目的地。2020年11月10号，我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到达马里亚纳海沟深处10909米，就选它了。万事俱备后，沙皇炸弹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被成功引爆，这枚超大的爆炸终于炸响了。这个时候，在岸边观测的我们会看到什么呢？30秒过去了，海面依旧平静如初，想象中的蘑菇云压根儿没有出现，就连大点的浪花都没有几朵，平静的让人觉得十分诡异。但其实只有表面看似一切平静，水下万米深处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首先，爆炸中心附近的海水会因为高温瞬间蒸发，仔细看，海水中出现了一个泡泡，这个泡泡混合着炙热蒸汽、辐射物质和不幸生物乙酸。这个泡泡在不断蒸发周边海水的过程中不断变大，它的压力极大，一路无阻的不断膨胀，发出的震波能被地震监测站和鲸鱼感知到。然后这个气泡会不断将海水向上拱起，爆炸所产生的强力冲击波会在5分钟后到达海面，激起高达数百米的海浪，一场空前恐怖的超级海啸即将来临。而那时哪里的人最危险呢？离马里亚纳海沟最近的菲律宾和整个东南亚的沿海城市首当其害，就会被海啸完全吞没。不过更可怕的还在后面，我国也难逃劫难。如果沙皇炸弹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爆炸，会发生什么？我国会不会受影响呢？在爆炸的5-6分钟后，核弹的爆炸力将数百米的浪花炸出海面，我国的海南和台湾省将会受到海啸的严重冲击，将有1半的陆地会被海水淹没。而马里亚纳海沟距离日本不足200公里，整个日本在内的几十座沿海城市都逃不过被海啸淹没的命运。核弹爆炸24小时后，高达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接踵而来，世界上大部分城市能在一瞬间变成废墟。核弹爆炸1周后，地球上所有的火山都被唤醒了，岩浆喷射到空中，浓烟遮天蔽日，太阳也被遮得死死的，我们看不到一丝光亮了。连续不断的火山喷发，随之而来的是1个月的酸雨，这会造成地球上动植物毁灭。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，火山爆发的能量可能会让地球偏离原有的轨道，或许离太阳更近，造成地表温度过高，也可能会远离太阳，陷入冰河时期，地球将进入
漫长无终止的冬季。而炸弹在海水中发生的核辐射可能会导致鱼类基因变异，从而出现某些可怕的变异物种。不过还好，这一切只是我们的推想，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像沙皇炸弹一样可怕的核弹了。1961年，沙皇炸弹的试射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，人类意识到这种可怕的核武器只会加速人类走向灭亡。于是，在1963年，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一份禁止部分核武器实验条约，各国也签署了核武器限制条约，不再随随便便试爆核武器了。所以，核武器爆炸的情况现在几乎是不可能再出现了。不过，不管核武器在哪里爆炸，对于地球来说就像是挠痒痒的一样，可能连地球的一层皮都炸不穿，最后受伤的只有人类。所以，希望这种毁灭性的武器能永远消失，愿世界和平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